今天要带大家来到我这趟日本自由行最爱的横滨。从市区到横滨其实很方便，可以依照您的住宿来安排交通。我这边简单介绍3种。第一种可以从新宿站出发，搭乘 JR 特快直达横滨，这个是速度最快，只要30分钟。第二种可以从浅草站出发，搭乘都营浅草线到横滨，车程是40分钟，这个价格也是最高的。第3种，这个也是我这一次要一起带大家的路线，可以从涩谷站、代官山、中目黑、自由之丘搭配东极港未来车票，可以省去在横滨市区的交通。这是因为景点都临近，我都是用走路的。如果要搭乘港未来线的朋友，景点跟交通资讯我放在影片最后方。抵达横滨，第一站我们要先前往中华街。从2号出口的方向，照着中华街的指示前进。楼梯上来之后回转，到路口的地方右转进去，直直的往前就会看到满满的中式招牌。右转这边，右手边的是华香园，专卖中华料理，煎饺啊、水饺、中式火锅等等。丁龙酒家，这是一间正宗中式的自助餐厅，以粤菜和点心为主，是唐人街人气的吃到饱餐厅。对面中华料理世界有小笼汤包跟肉包，左边是特色小物商店，斜对面是一家占卜店。左边有一些图腾后背包，右前方有一间古着店。Chinatown 80 House 这间是卖一些服饰选品跟饰品店。往左边走过来，就会看到很多大型招牌，有的还会闪着霓虹灯。第一间王府井小笼包专卖店，隔壁重庆茶楼是港式饮茶，这家江户清有各种口味的肉包跟大鸡排。对面有糖炒栗子跟糖葫芦，隔壁也是小笼包跟肉包，还有一些饮品。2楼是占卜店，往前是日式风格的艺术品跟小物的店。谢田记是中华街名店之一，以贩售广东粥为主，是连平日都大排长龙的道地名店。蓬天阁有饮品跟糕点类，像是凤梨酥跟蛋挞，它有分为2馆，这个是新馆开在一起的2个转角。新馆这边有卖小笼汤包。华福饭店是一些中式餐点配上港式点心的店家，这边会看到很多相同的店，开了很多的分店。中华街贩售的东西也大同小异，店员几乎都会讲中文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扬州饭店本店在1995年创立，以中华料理、上海菜、粤菜为主，有推出桌菜跟套餐。这家写着大大的台湾美食，满满的像是小笼汤包、炸鸡排、手摇杯跟雪花冰。宏发本馆是在明治时期创立的中华料理店，专门经营烧烤食品，以烤制来增添风味，也是中华街这边的名店之一。西游记是港式点心餐厅，最有名的是要排队才能买到的人气叉烧甜瓜面包。龙祥跟万金楼都是中华料理餐厅。左边这间是祁阳轩，必吃的是他们的烧麦。前面这边可以看到满满的招牌。香港茶饮都是放题居多，就是吃到饱的意思。香港大饭店这间除了有内用餐厅之外，1楼也可以买外带，除了汤包、鸡排之外，也有冰淇淋跟啤酒。老维新最具人气且受女生欢迎的中华街甜点，熊猫馒头，松软的面团，包着甜度适中的巧克力奶油。绿色的话是抹茶口味，粉红色的是草莓口味，绿色的话是超级辛辣的口味，推荐给喜欢可爱造型美食的大家。可以看到这边光是小笼汤包店可能就有上百家，非常多店家可以选择。中华街里面也有横滨博物馆。
除了很多中式餐厅及街边小吃之外，巷弄内也是有很多的占卜算命店家。这里5楼还有鼎鼎大名的海底捞。主要街道这边外围也有很多好逛的店家，中华料理店，还有特色风格的服装及饰品、帽子跟手提包等等。对面这家也是有满满人潮的小物店，这个是有花瓣在里面的指缘油，还有一些饰品跟玻璃餐具等等的文创小物。景珍楼这家也是中华料理吃到饱。往前这间服饰跟刚刚的那一间是同一间，这边还有卖台湾国旗跟一些开运商品。往前就看到大大中华街的牌楼。在中国神话里面，东是指青龙，南是指朱雀，西白虎，北玄武。在横滨中华街也有4个，像这个对应的牌楼，位在东方的是朝阳门牌楼，属于中华街的大门。接着我们这边右转，有占卜店跟服饰店这边。前面的杨国福是一家麻辣烫连锁店。斜对面的耀盛如是中华点心专卖店，像是饺子啊、小笼包、烧麦、猪肉包、韭菜馒头等等。这一家也是卖了很多的中式餐厅，也会有少数几家服饰店。前面这家主打台湾美食，有上百道的菜色。这一边这一个是另一个牌楼。转进来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就会看到横滨关帝庙。这间庙前后经历了关东大地震、空袭、火灾，至今已经是第4代的关帝庙了。对面的台湾大鸡排店也有贩售手摇杯。左手边是占卜的店，500元日元。右边这家店有一些像是招福招财的吊饰。往前龙泰商行卖的是中医药材、调味料和香料等等，应有尽有。开运花文字，这个台湾好像也有。这家前面摆着满满的像是包子啊、油条、肉粽、豆皮的食物。然后这个是老北京，有北京烤鸭、雪蟹吃到饱。我们转进巷子里面，也有很多的店家。这一天我是星期一来的，可以看到平日也是满满的人潮，很多种类的餐厅，中华料理吃到饱也是很多。喜欢的人可以比较一下餐厅评价跟费用。巷子里面反而聚集了更多的算命店，这一间有分很多种类、不同价位的套餐。日本这边是不可以边走边吃的，所以大家在这边买小吃的话，记得靠旁边吃完再继续逛哦。虽然走进在巷子里面，但也不会逛起来人挤人。这边是一些小物杂货店，还有一些台湾的零食店，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香瓜子，还有一些腌制物、小菜等等。横滨中华街这边非常推荐大家前来，大约在中午11点左右抵达就可以了。非常多午餐的选择，吃饱之后呢，就可以前往下一站啦。我们要去的是园丁商店街。从中华街过去，只要过2个马路，大约步行5分钟就到了。抵达商店街，我们右转，从这边开始逛起。园丁商店街聚集了各国精品、日式风格商店、职人手作、家具、餐具、当地特色的超市，还有不少的咖啡厅及餐厅。这边也开了很多间的饰品珠宝店。服饰店家也会把自己特价的商品摆在店门口。右手边也有一间药妆店。目前逛下来，我觉得路上的人以日本当地人居多，也比较少年轻人。这是一间很有特色的服饰店，这是一家熟龄的女装。我们过马路到对面，这边两侧以餐厅美食为主。右边这是一间串烧炸物，还有咖喱饭跟面类，还有披萨的店。前面是咖啡厅，另外有冰淇淋跟甜点。回高屋是中华料理。这是一家鳗鱼饭。喜多方的话是一间拉面饺子专卖店。我们回转往商店街的方向走，这边有包包啊、鞋子。
往前一点的话有药妆店，这个是一间刀削面餐厅。转角这边是一些生活小物，过马路回到商店啦，有很多的服饰店，单品通常中高价位。前面是咖啡连锁店跟麦当劳，还有药妆店。这边巷子进来有一间小小的神社。这个红色招牌是一间面包店，当时经过的时候真的超级香的。满满人潮的咖啡厅，商店街里面这边是不会有车子经过的，所以如果来这边逛街的话，可以放心的穿梭。右边这个是一间大型超市，还有一间很大的 ABC Mart， 贩售各式各样的鞋款。这里有一家店门口摆一张超大的椅子，很明显就是贩售家具的店咯。这边聚集了很多知名品牌，也有日本当地的店家。路口这边会站一个红色外套的服务员，是因为横向这边可以有车子经过，所以在这边维护大家的安全，指挥交通。Godiva 是知名巧克力专卖店。商店街这边全长有600公尺，左右两侧都是骑楼的店家，充满欧式风格的建筑。平日来这边逛街真的很舒服。还经过了一间超可爱的宠物店，前面这边就是一个广场。右边这栋总共有3层楼，主要的店家都还是集中在1楼。第一家主要是以服饰跟包包为主。往前的骑楼下面有一间 Sabon， 是贩售各式沐浴产品、去角质类的身体保养品，可以到店里面买一些日本限定的香味。左边这个是凤凰门，在1985年建立的园丁象征性标志，高有 10.5 米，最上面有一只宽 4.8 米、高 2.3 米，用不锈钢管制造的不死鸟火凤凰。抵达这个凤凰门，我们就要前往下一站山下公园。从山下公园可以到横滨的钢弹工厂、象鼻公园，再往前还可以走到红砖仓库。我们右边沿着人行道直直的往前，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拱门天桥，上到这个天桥，穿过这栋建筑物，它叫做横滨人形之家，是娃娃博物馆，里面收藏了超过140个国家1万尊以上的娃娃。前面就是山下公园了，这里是日本第1座临海公园，这边叫做水的阶段，水道里面没有什么水。往下之后右转，就要来到钢弹 Factory Yokohama， 拥有一尊高达18公尺、会行走的机动战士钢弹。这边只有开放到今年3月底，所以很可惜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我们继续往山下公园走，前面这个是冰川丸号邮轮博物馆，入门票好亲民哦，成人只要300块日币，台币60块左右，很适合大人带小孩去走走看看。山下公园全长有750公尺，步行有10分钟的路程，沿途会有一些街头艺人表演可以观赏，还有一整面的海景。走到底有一间餐厅，座位也有分室内跟室外，贩售的餐点有咖啡、饮料、意大利面、炸物、咖喱饭啊，甜点应有尽有。餐厅旁边有一座天桥，我们可以从高处观赏风景之外，我们下一站要前往象之鼻公园，左手边有一个楼梯，也可以往下走。在1859年开港后，随着腹地延伸，长弧状防波堤通照图宛如象鼻一样，因而得名。下来的右手边，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景观咖啡厅。沿着岸边走，这边也会有一个导览船的服务，他们称横滨海上散步，大人是1600块日币，大约350块台币左右，小孩的话是半价。前面这个就是象之鼻公园的地标象鼻咖啡馆，这里有甜点、饮品跟简餐，必吃的是象鼻冰淇淋。这边对面就可以看到红砖仓库啦，满满的人潮，这就是红砖仓库冬季限定的艺术滑冰场，预计会在每年的12月到隔年2月之间开放，详细资讯可以看看官网，放在下面资讯栏。
红砖仓库分为1号馆跟2号馆，在2002年的时候重新启用，成为横滨的文化活动场所，贩售生活杂货啊、美食小吃。在最上面的楼层空间会被用于文艺展示。在2022年的5月的时候，横滨红砖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整修，于当年年底重新开业，新增了很多的品牌、伴手礼进驻，是横滨崭新的商场。首先进到1号馆。1楼有满满的商店，2到3楼则是文化设施。进来左边是贩售很多可爱公仔的吊饰跟周边商品，地面也会展示旧仓库所留下来纪念的东西。右边横滨哨子是横滨第一家吹制玻璃的工作室，带有横滨天空和大海蓝色的玻璃纪念品。往前会看到很多贩售横滨港主题的伴手礼，这个是柠檬蛋糕，前面是横滨限定的蜂蜜蛋糕。Uni Coffee Roastery 是来自横滨，在日本有很多连锁店的咖啡厅，坚持选用位在海拔1300公尺到1800公尺，缅甸高地栽培的咖啡豆，非常值得尝鲜。接着我们直冲2号馆。进来这边，这一间是餐厅，汉堡跟啤酒咖啡。左手边这间是 Nene Chicken 专卖炸鸡，右边的是祁阳轩，以烧麦最为知名。前面这间是日本百货店，贩售各种杂货、横滨纪念品，还有一些当地小吃、甜点、佐料跟酒品。这一家是皮革制品的专卖店，有像是零钱包啊、手提包、手机包以及各类皮夹等等。Override 这一家是帽子专卖店，渔夫帽有鸡皮的跟皮革制的。这一间是贩售各种文创小物、明信片啊、纸胶带及便利贴等等，也有设计师品牌以及饰品的店家。我们先走左侧，中间这边是彩色玻璃珠的饰品项链。左侧是一间可以客制化手机壳的店家，还有木质时钟。前面这边是多种图案的玻璃摆设跟灯饰。这间有卖手提帆布包、手套跟一些可爱小物。这家外面摆满编织米菲兔娃娃，还有很多花样的雨伞专卖店。这是在里面的一个饰品摊位。这家是高磅数的，很多图腾的大学 T 跟帽 T。前面这间有很多小物跟摆饰。一到这家超酷的店，里面有各种花样的创意小物。这边是卖一些横滨字样的车牌，然后这个吊饰是小零钱包。旁边这家是皮革制的包包。中间这边的商店是纪念吊饰跟手环饰品。接着来到3楼 Disney Harvest Market， 以 Japan Local 为品牌理念。右边是餐厅，有准备了日本1年4季的餐点跟下午茶。左边这些是迪士尼周边商品，有贩售食品。这个是组合商品，笔记本跟巧克力。结束红砖仓库之后，我们要前往 Marine and Walk， 步行大约350公尺，5分钟就会抵达。对面白色建筑物就是了。这边是2016年3月4号开幕的购物商场。这边不只有很多的餐厅，有很多好逛的店铺，周遭也有很多涂鸦墙跟植物，非常适合拍照，逛起来也很舒服。整个商圈不大，几栋建筑物分为1、2层楼。右手边这一间是儿童服饰店，这些都是设计师品牌的服饰。商圈总共有15个店家，10间餐厅左右。虽然感觉少少的，但服装啊、童装、餐厅、潮流品牌、户外品牌以及咖啡厅等等，都可以在这边逛到。2楼有海南鸡饭，也是网络推荐美食。这个商圈属于中高价位的店铺，很适合挖到一些限定商品哦。下一站来到附近的横滨 Hammerhead。它是第1间工厂体验型的美食城，总共有2层楼，大约有20家的商店餐厅。一进门第1间就是星巴克，
右边的话有满满的美食跟博多拉面店。左手边这间是台湾黑糖珍珠鲜奶的专卖店，鹿角巷。服务台这边手扶梯上去，日本必吃的草莓。右边卖了很多小物跟彩妆。这个是一间很大间的药妆店。前面这家是 Kurumi Cold Factory， 最有人气的小松鼠核桃酥，当地人都超推荐的伴手礼点心。这边也是甜点店。这家是 Ariake Harbors 和果子店，是日本唯一一个可以印制自己的头像在礼盒包装上的伴手礼。还有碰到电台 Online。商场结束之后，继续沿着河岸边走。我们要去的是和味道纪念馆，步行约3到5分钟。左前方红褐色的建筑物就是了，真的超级大。大人是500日元，高中生以下免费入场，总共有5层楼，里面有历史展示中心、DIY 体验、纪念品、游乐设施等等，非常丰富。1楼的话有很多和味道周边商品，有日清小鸡的工作服跟童装、睡衣，还有各种不同形状的杯面。非常推荐大家来之前一定要预约2项体验。第一个是我的和味道工厂，可以在杯面杯上涂鸦之后再自选配料。第二个是鸡汤拉面工厂，从搅面粉开始，到擀面、醒面、切面，再称面、调味、油炸泡面等等，是一个超好玩的体验。我把官网一样放在下面资讯栏。对面就是 Cosmo World。园区里面有各种游乐设施，除了大型摩天轮和云霄飞车那些充满刺激感的游乐设施之外，还设有游戏区和鬼屋，通过 VR 和3D 虚拟技术感受虚拟现实的体验活动。也有小朋友喜欢的旋转木马和卡通角色造型的游园车。入园是不需要购买门票的，依照你想要玩的设施购票。最后一站了 ，World Porters 购物中心。很幸运来的这天，刚好是装修前的大特价。总共有6层楼，有服饰店、餐厅和电影院。最后还可以从这边直接往天桥走，搭乘和运公园站的横滨空中缆车到对面的 JR 樱木町站。成人票价单趟是1000块，来回的话有优惠是1800日币，小孩的话就是半价优惠。买完缆车票之后，直接上2楼，扫描这个 QR code 之后就可以直接入场。上面可以欣赏整个夜景，真的非常美。缆车里面还会播放抒情音乐，一整天走下来，坐在里面的这一刻真的很放松。JR 樱木町站周围还是有很多的百货公司可以逛，一整天的铁人行程是可以走完的。如果大家不赶时间，可以安排2天横滨，也可以超充实、超好玩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